在一座宁静的城市中心，生活安稳地进行着，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一位被认为拥有了人生一切的女警官，才华、名声，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神秘失踪呢？这一切开始于林溪镇一个看似普通的夜晚。静溪市，夜幕降临，街道逐渐空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紧张气氛，虽然难以察觉，但却确实存在。2010年10月7日晚上，小镇安静下来。昏暗的路灯下，只有几个孤独的身影在街上行走。当天傍晚，陈倩望刚刚结束值班，准备照常回家。她的小女儿和丈夫正等着她一起吃晚饭。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在家里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了。这本该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从她下班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夜色越来越深，王昌前的手机依然处于关机状态。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寂静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她的丈夫和弟弟焦虑不已，焦急地离家出走，开始在她常去的那些地方寻找。他们首先搜索了主干道，然后转向家附近的狭窄小巷，她经常去的地方，但却没有她的踪迹。随着午夜的临近，他们的不安感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难以忍受。无奈之下，凌晨1点，家人拿起电话报了警。10月7日下午5点左右，她的丈夫用颤抖的声音担心地报告了此事。陈强开着他们新买的白色宝马 X1 走了，该车尚未登记，也没有车牌。他本该去接他们的女儿。警方很快得知，女儿已经自己回家了，但倩倩却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这辆车在哪里，多次拨打她的电话均无人接听。这个消息让整个部门都紧张起来，因为失踪的人不是普通人，王成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警官们交换了不安的眼神，他们很清楚这不是普通的案件。陈金旺的个人信息很快得到核实。1973年出生，浙江省康南县临石镇人。从中国政法大学顺利毕业后，他进入了警察队伍，成为拱南县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一名优秀侦查员。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资历之外，倩倩还因其引人注目的外表和冷静勇敢的举止在警队中而闻名。许多同事都视她为局里最杰出的女官员。她不仅因美貌而受到赞赏，还因破获多起备受瞩目的案件而获得认可。王倩倩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发生在2008年，那一年她亲自主持了富阳区里山镇一起重大案件的侦查。该案涉及2010年爆发的一起非法循环储蓄和信贷案件，深深震惊了吉林省的民众。该项目涉及金额超过2780万美元，给数千名当地村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经过数月的调查和证据收集，该非法计划背后的15名关键人物被定罪，最严厉的判决是15年监禁。除了被处以高达4万1000美元的罚款外，被告中有13名是女性，其中最年长的年龄超过60岁。公开宣判当天，数千名受骗村民涌入法院，场面混乱而紧张，凸显了该案件对当地群众生活和生计的严重影响和关切。这样的成就逐渐巩固了张建旺在执法界的声誉。他无所畏惧，勇敢无畏，总是愿意冲锋在前线。他的决心和沉着的力量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事业独立，家庭生活也稳定充实。他的家庭在社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她的丈夫是副镇长，女儿聪明乖巧，公公还是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家。出于对倩倩的爱与感激，在倩倩37岁生日那天，公公送给她一辆全新的白色宝马 X1。这辆车原本是家庭团结和自豪的象征，但很快就成为了悲剧事件的起点。
温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即将此案列为急重案件。市区2级领导直接挂帅，警方迅速派出专业技术团队和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调取了附近农贸市场街道的监控录像，将每一帧画面仔细拼接起来，成功重建了案发的全貌。调取的录像显示，10月7日下午，王建天最后一次被人看见驾驶着他的白色宝马 X1 出现在林肯镇农贸市场附近。这辆光滑的车辆在渐渐消失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显眼，无意中吸引了犯罪分子的注意。随着镜头不断转动，我们看到 Kangshan 提着行李朝他的车走去。这时3名男子突然走近，不到10秒钟，他们就迅速制服了他，并且劫持了他和他的车辆。袭击发生得如此之快，但视频足以让所有看到的人感到震惊和不安。当局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迅速采取行动。交通部门被命令协助对所有主要检查站进行紧急搜查，追踪被盗的宝马汽车。当侦查人员确认该车正前往福建省时，突然之间却消失在一段没有监控摄像头的路段上。针对此次突发事件，康南县公安局的民警和温州市公安局的技侦人员连夜赶至，全力以赴开展侦查工作，检索更多监控录像，并协调多项搜索工作。警笛声在黑暗中响起，闪烁的红蓝警灯照亮了四面八方的街道。利用恢复的一系列清晰图像，调查小组详细重建了嫌疑人的所有动作，并在交叉对照了数小时的监控录像后，成功缩小了潜在的逃跑范围。警方最终确认了视频中拍摄到的3名男子的身份，他们的身份一经确认，整个指挥室就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事实证明，这3名嫌疑人均在国家通缉名单上，他们各自涉嫌犯下多起暴力罪行，包括武装抢劫、强奸和谋杀。多年来，多个省份的有关部门一直在追捕他们，但一直没有成功。案情重大，短短几个小时内，王建强被绑架的消息就传遍了富阳地区。街道上充斥着紧张的谈话声，居民们对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越来越担心。许多人都无法相信，即使是警察也无法免受如此残酷的犯罪侵害。鉴于案情严重，市、县2级执法部门均将处置工作提升至最高优先级。市委常委会作出顶层指示，还有公安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亲自率领包括顶级法医和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在内的精干专案组，立即赶赴富阳区，与当地警方连夜开展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康南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并由局长亲自指挥，确保案件进展顺利。多部门同时动员，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全力支持调查，竭尽所能破案，安全救出所有受害者。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警察部队迅速分散到不同方向，采访居民，检查每个相关地点，并将监控录像与主要检查站的数据进行交叉比对。经过数小时的紧张搜寻，专案组最终追踪到犯罪嫌疑人的行踪至福建省福安县。顺着这个新线索，时间是10月9日午夜0点整，福建省中清郡执法部门在现场成功找到了失踪的白色宝马 X1 汽车。3名嫌疑人钟占西、钟察武和常丰野已被立即拘留。在调查总部，犯罪嫌疑人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表现得异常冷静。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均未表现出任何悔意。事实上，他们公开地详细描述了他们的行为，令人毛骨悚然，解释了他们如何劫持车辆、谋杀王强燕，并埋葬他的尸体以试图逃跑。随着他们的供词不断深入，令人震惊的一系列残酷、有预谋的行为开始浮出水面。这个结局震惊了他的同事和整个国家。发现后，警方立即派遣法医小组和专用车辆前往现场。寒冷的夜色中，空旷的田野上回荡着挖掘机的轰鸣声。
随后，王建奎的遗体被小心翼翼地从地面打捞出来。他的身上伤势严重，还有明显的拼命挣扎的痕迹，这些细节如此令人痛心，就连现场经验丰富的警官都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3名嫌疑人的身份很快得到确认。Zhong Zhengshui, age 32, was from Yuliao Town in Kangnan County. 40岁的钟超武和24岁的常丰野是凌池镇的居民，他们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从一个省份流浪到另一个省份，靠运送货物、修理路边车辆或收集废品等短期劳动维持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共同的挫折和不稳定，他们产生了通过暴力犯罪来夺取财产和逃避现实的想法。到2010年8月，他们开始策划一次大规模袭击，将其视为改变生活的捷径。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小袁，一个在居民区便利店上夜班的年轻女子。一天晚上，当她走在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上时，那群人悄悄地跟踪她，然后突然伏击她，捂住她的嘴，把她拖进阴影里。他们在那里残忍地殴打了她，并抢劫了她。最后，他们用镐头结束了她的生命，残忍地杀害了她。从那一刻起，他们内心仿佛燃起了一股强烈的渴望。在成功杀人和偷窃一次之后，他们并没有停手。相反，他们在夜间游荡，寻找更脆弱的受害者。接下来是一位名叫小廖的酒吧女招待，她也被绑架并杀害，她的生命仅仅是为了消除证据。在短时间内，他们实施了7起抢劫、4起强奸和3起针对年轻女性的谋杀。每一次犯罪都是在贪婪和严重扭曲的犯罪心态的驱使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手段实施的。然而，在这一连串暴力犯罪中，有一名妇女成功逃脱。当她被放在汽车后备箱里运送到埋葬地点时，她鼓起勇气挣脱并逃跑了。这次幸存行为为当局提供了关键线索。根据她的证词以及后来嫌疑人的供词，调查人员得以重建整个犯罪过程。10月7日下午，王建贤驾驶着他的白色宝马 X1 行驶在林溪镇农贸市场附近。与此同时，钟赞师、钟察吾、叶长风3人出现在了街上。他们的目光清晰地锁定在他和车辆上，露出了他们的意图。他是完美的目标。3人没有过多商量，就凭着本能采取了行动。就在 Chen Kin-wang 打开车门时， Yung Seng-shin 猛地冲上前去，把他推到了车里。后座上的郑察武和张凤叶用铁钳紧紧抓住了他，将他强行按倒在地。那一刻，这位在警务生涯中曾面对过无数危险罪犯的女性，或许第一次深刻意识到，她已经成为了猎物，完全无力反抗和逃脱。被束缚住的陈千王努力保持冷静，寻找反击的机会。但后座上的一名男子用一把锋利的刀抵住他的脖子，用力将他按倒在地。片刻之后，一名袭击者翻遍了他的钱包，拿走了260美元现金和几张银行卡。在强迫他交出密码后，他们又从他的账户中扣除了370美元。这些人拿到钱后，就回到车上，似乎认为犯罪已经完成。其中一人冷笑着，并发表了讽刺言论，质疑这辆车的来源。商天保持镇定，并解释说这辆车尚未登记，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恳求他们把车开走，但要放他走。就在这时，一本小笔记本从他的包里滑落到地上，一名男子捡起它，翻了几页，发现了他的警察身份证。在那短暂的沉默中，3个人都意识到了他们所做的事情的严重性。他是一名警察，是唯一可以抓住他们的人。如果他们让他活着，那么他们被追捕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没有说话，只是交换了一下眼神，确认了他们即将做出的可怕决定。井藏水给了钱千王2巴掌，然后转身对其他人嘟囔道：“又要用老办法了。”听到这话，倩倩立刻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她努力思考着如何自救，但在她采取行动之前，钟占熙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布，倒上一种挥发性化学物质，然后紧紧捂住他的鼻子和嘴巴。刺鼻的呛人烟雾灼烧着他的肺部，他的视线变得模糊，四肢麻木，周围的一切都旋转着，
然后变得一片漆黑。随后不久，3名歹徒驾车南下，进入福建省福鼎县一处偏僻地区。天已经彻底黑了，唯一的声音是昆虫的鸣叫和潮湿地面散发出的泥土气息。长凤叶和郑朝武下了车，从后备箱里拿出铲子，并开始在森林边缘附近挖一个洞。两人都没说一句话。而与此同时，车内陈千望也慢慢的恢复了意识。他惊恐万分，抬头看着驾驶座上的男人，用颤抖的声音恳求道：他说他的公公有钱，只要他们开出价，他就会付钱。他恳求饶他一命，说他的女儿还太小，不能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长大。但钟占西却不为所动，面色冷峻，毫无表情。江倩的恳求变成了抽泣。当他仍抱有希望得到怜悯时，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相反，他摸了摸他的脸，嘲笑道：他露出残忍的笑容，嘟囔着一些下流的话，评论说他皮肤多么柔软完美，为了保持这些一定花了一大笔钱，还说他想在结束他的生命之前最后一次触摸他的皮肤。他毫无预兆地将他粗鲁地拖进附近的灌木丛。在被拉走时，王倩倩心中明白，面对这3个铁血强盗，任何反抗都意味着死亡，因此她努力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以争取生存的时间。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我们仍然希望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存在哪怕是最微弱的生存机会。等郑藏水放开他的时候，还是和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冰冷残忍。程凤叶和郑朝武已经回来了，宣布洞已经好了。陈千望闻言，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而3人却是出奇的平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切仿佛都陷入了令人心寒的寂静之中。王建奎最后一次拼命试图逃跑，但3名男子轮流将他束缚住，并毫不留情地折磨他。他已经筋疲力尽，虚弱的甚至无法尖叫。最后其中一个人举起镐头，用尽全力砸了下去。曾建王眼中的光芒曾经充满勇气，如今却闪烁不定，消失在夜色中，永不再回来。近1年后的2000年5月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震惊全国的重大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站在法庭上，3名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无可否认，他们被迫面对自己所造成的暴行，所做出的严厉判决是对正义的庄严宣告。对于受害者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损失无法估量。据庭审现场查明，3名嫌疑人曾在江西、福建等省份实施多起抢劫犯罪，他们性侵了5名女性，并杀害了其中1名女性，而且采用的是预谋的、可重复的手段。他们的受害者总是年轻女性，通常独居并且看上去经济富裕。随着审判进入讯问辩论阶段，被告人的态度进一步激起公众的愤怒。在2000年5月15日的公开听证会上，他们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真正的悔意，相反，他们试图用个人借口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谢尔金山声称，为了照顾80岁的母亲，他需要得到宽大处理。长风也试图扮演爱国者的角色，称自己是阵亡将士的后代，希望获得较轻的刑罚。听到如此荒谬的论点，法庭上的许多人都不禁回想起王建安生命最后时刻泪流满面的祈求饶命的情景。当他遭受残酷折磨和谋杀的画面在所有在场的人的脑海中浮现时，房间里的情绪紧张突然爆发为愤怒。最终，在案发1年多之后的2012年6月21日，法院终于正式宣判。法官的法锤声响起，标志着正义的最终确认，关闭了任何上诉的机会。这3个男人曾经如此冷酷无情地夺走了一位无辜女人的生命，我们除了沉默什么也没有，现在面临着对不可饶恕的罪行的最严厉惩罚。Chen Qianwang 的去世不仅给他的家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论。看到这样一位致力于维护正义的刑事调查员，许多人都感到心碎。成为他努力守护的世界的受害者，
他出身于富裕的知识家庭，事业稳定，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其他人提出了一个痛苦的问题：他优雅的外表、昂贵的汽车和显赫的背景是否使他很容易成为掠食者的目标？尽管各种猜测仍然存在，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邪恶不能被环境所证明。冷血、残忍和扭曲的欲望驱使3名男子谋杀了1名无辜的女人，理所当然地让他们面临法律最严厉的后果。司法系统或许会做出判决，公众或许会做出评判，但无数像他一样的受害者将永远不会再回来。当当局重新审视案件的文件和细节时，另一个名字出现了，这让执法界的人心生疑虑。香港警务处水警总区总督察林元仪，年仅27岁的他，被同事们称为走私大佬的克星，令人赞叹。林郑月娥出生于一个有着悠久警察传统的家庭，他于2007年加入警队，并始终致力于一线工作。他领导了多次海上拦截走私船只的行动。作为其部队中第一位在实地指挥的女警官，她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果断的领导能力，成为新一代警察的象征。勇敢、能干、不畏危险。但工作中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却变成了悲剧。2000年9月25日上午，21岁的林某在二安岳海岸附近率领巡逻队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一艘可疑的高速走私船。他立即命令队伍追击。水域上海上交通非常繁忙，海浪不断猛烈拍打，但林依然保持着稳定和专注。突然，快艇一个急转弯，加速行驶，故意撞击挡路的警船。剧烈的撞击瞬间使船倾覆。林郑月娥和他的同事们被抛入冰冷混乱的海水中，周围的船只来往不停，海浪汹涌澎湃。紧急救援队迅速赶赴现场，巡逻艇、救援船和直升机都在现场不停地全力搜寻落水人员。经过近2天的不懈搜寻，林与武义的尸体终于被找到。来自海军陆战队的同事们肃立，将右手庄严地放在胸口，向他致以最后的敬礼。对于家人来说，她是一个忠诚而慈爱的女儿，她是一位勇敢的领导者，始终不退缩。但那次因走私犯鲁莽行为而导致的致命碰撞夺走了他回家的机会。2名女警官在截然不同的战线上经历了2种不同的命运，其中一人在陆地上与武装犯罪分子正面交锋时阵亡，另一人在海上指挥拦截走私船时永远葬身于汹涌的波涛之下。无论他们在哪里服役，他们都具有沉静的力量、坚定的勇气和沉静的优雅。他们的损失不仅令人心碎，它迫使我们反思他们为坚持理想所付出的代价。这些悲剧的案例不仅仅是对人身安全的警告，凝重地提醒人们，那些为正义而默默抗争的女性，她们不需要言语来表示尊敬，她们的行为和最终的牺牲已经让她们永远活在她们所保护的人的心中。您对于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们。如果您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影响力，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下一次调查。